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个影片想跟大家分享新手需要知道的游戏常识跟玩法。先介绍一下游戏画面的资讯。最左上角的星星是玩家的等级，后面的趴数是升级需要的经验值。玩家等级会跟游戏之后的分数加成有关。上方正中间的是金币的持有数量。在这个位置，最高只能显示9999,999，再多的金币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被显示出来。如果想要增加金币，可以点右边的加号。那可以看到，我们可以用宝石去换金币。那这是一个 CP 值非常低的做法，不建议这样做。右上角是红宝石的持有数量。一样点右边的加号，是可以氪金去买红宝石的。不过这个游戏没有很强烈的氪金的需求。红宝石可以从提升玩家等级、各种任务、每日的登入礼，还有看广告来取得。红宝石的作用有4种，第一个就是可以拿来买爱心。不过其实玩到后面不太会缺爱心，所以不太建议这样子使用红宝石。第二个是可以拿来换金币，不过其实用收送星就可以赚到蛮多的金币，所以也不太建议这样使用。第三个是在游戏结束，如果快要破自己的分数记录的话，可以用来延长游戏时间10秒。一次要消耗5个红宝石。第4个是如果任务太难，连续3次挑战失败的话，可以使用10个红宝石来降低任务的难度。然后我们看这个爱心的位置，如果我们有使用掉这里的爱心，是每15分钟可以恢复1颗。右边这个框框是多出来的爱心，那按旁边的加号可以看广告，或者是用红宝石去换爱心。接下来看信箱的位置，点开可以看到第一项是可以看广告的，底下就是你收到的爱心。那从这个画面中看到的没有显示头像，名称显示 unknown 的，就是他有加你好友，但是你没有加他好友的游戏玩家。从信箱里面一颗一颗收爱心，就可以自动回给对方。那另外，你如果在1个小时内收取这封信，除了拿到心以外，还可以拿到200个金币。刚刚这个跳动的米奇头，就是在网络不稳的时候会出现的画面。除了玩游戏可以获得金币以外，从信箱收送信也是我们赚金币的主要来源之一。然后我们来看左边的这3条横杠，点进去是所有游戏相关的资讯，可以看到当月新出的角色，还有现在正在进行的道具特价活动，像现在的是爱心的特价。下面是这个月的月任务雪花球，当月主打角色的介绍，像这个月主打的杰克莎莉技能就可以从这边看。这个月抽盒子的奖励，这一次的奖励通通都是等级券。还有可以看广告获得其他奖励。总共有4个位置可以看广告。第一个是在爱心的旁边，可以看广告来获得更多的爱心。第二个是可以解锁等级的上限，看一次广告可以减免2000块，所以如果是1万块的，就要看5次广告。第三个是可以看广告来抽绿盒，绿盒抽一次要1万块，所以看一次的广告等于赚了1万金币哦。第4个是看信箱里面的广告，看10次广告可以拿1个红宝石。如果你的地区没有广告可以看，就把手机的时区调整成台湾就可以咯。最后有官方的游戏玩法教学，我们待会还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点入这个教学。
接着我们回到画面的中间，这边你可以设定想要代表你自己的角色，还有你想要显示的徽章。点选右边个人档案这个地方，然后选择你想要的角色，然后按显示就可以了。往下滑可以看到跟你的账号有关的所有游戏资讯，如果出现问号，代表那是在系统更新之前的记录，你只要再拿你现在的角色破这个记录，它就会显示了。左下角这个点点可以看这一期的登入礼，右下角这个人头的标示是你可以邀请你的好友来玩游戏，可以得到奖励。很久没玩的好友跟从来没玩过的好友都可以邀请，每邀请一次可以拿到500金币，那邀请15次可以拿到角色。接着是画面下方的每日任务，每天都可以拿到3个新的任务，每解完一个任务就可以得到1个星星，累积10个星星就可以打开一个宝箱。那我把我现在有解完的任务的奖励收一下。所以我刚好收集到了10个星星，然后拿到了一个蓝色的宝箱。如果有拿到金色宝箱的话，有机会可以拿到技能券哦。那中间这个框框会显示你本周的最高分数记录，然后是用哪一只角色打的，以及在你现在的排行榜，你的分数是排行第几。接着我们来看左下角的这个齿轮，这里面有一些设定的选项，像是你可以调整游戏音量的大小。底下这个选项是可以打开游戏的通知，那因为有点吵，所以我不太建议开。右边这个就是开启旋转，打开之后，画面上的角色会随着你往左或往右倾斜手机而往某一侧堆叠。某些技能就需要配合这一个功能来使用，像是经典的赚钱角色、绝地陆客或野兽，都需要配合旋转的这个功能来增加技能消除的范围。下面这个通知可以看到游戏的更新和各种说明。在下面是账号的联动设定，没事千万不要去动它。右下这边可以看到游戏的相关说明和资讯，也有问与答的部分，解答了很多我们常会有疑惑的问题。举个例子来说明，这里有个问题，我最多可以邀请多少好友呢？那从这个说明可以看到，我们只有在邀请1000个以下的好友的时候，可以拿到邀请好友的奖励，1000个以上就没有奖励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按上一页就可以回到游戏中。最后这个游戏方式里面有很多实用的资讯，几乎涵盖了所有新手应该要知道的常识。我这边迅速的带大家看一下。第一个选项是要怎么拿到高分。第一个，连接7以上的长链可以得到魔法泡泡。第二个，在短时间内连续消除可以取得连击，在最后游戏结束结算的时候可以得到额外的分数加成。第三个是每消除大概28到30个角色会进入时长约10秒的 Fever Time， 这段时间内可以得到3倍的分数。第四个是使用5变4的道具，可以让场上的角色少一种，这样比较容易连出长链，比较容易出各种泡泡，也比较容易可以拿到高分跟更多的金币。第5个是用技能更强或者是分数更高的角色来玩。第6个是在游戏中消除这些角色，可以提高他们的等级，那等级越高也可以提供越高的分数。第7个就是最重要的角色技能等级，技能等级越高，角色的能力也会越强。接着来看魔法泡泡的部分，连接7以上的长链可以出现魔法泡泡，点击泡泡可以消除周围的角色。连接更长的长链就有机会出有特殊功能的泡泡，我们可以用泡泡中间的图案做区分。
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时间泡泡，每个泡泡可以增加2秒的游戏时间。那我自己觉得大概连9、10、11长链是最容易出的。另外有一些角色的技能会比较容易出时间泡泡，之后有机会再来讨论。下面这个是分数泡泡，连21以上的长链一定会出，它可以让消除的分数变成2倍。泡泡本身清除的范围并不大，建议要配合其他的技能和 Fever Time 一起使用。那也有一些角色是很容易出分数泡泡的，像莫娜。金币泡泡可以增加10金币，除了要解任务以外没什么用。星星泡泡可以提供10经验，听起来好像不多，但在某些要指定数量的星星泡泡的任务，或者是指定经验的任务，都还蛮好用的。有些角色可以大量的产生这些有特殊功能的泡泡，像是黄色小兔子、提摩太，或者是更高级一点的饰品艾丽尔或饰品猫头鹰。这些魔法泡泡除了可以消除周围的角色以外，也可以拿来快速消除已经连好的长链，对金币和分数都有帮助。然后是徽章的部分，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要显示哪个徽章，最好的徽章是白金徽章。那这些徽章都来自于每月的任务，时间过了之后就不可能再拿到了。再下来是卡片的介绍，这个游戏有2种卡片，一种是宾果卡。宾果卡的话，它永远都会存在，不会消失，你随时都可以去解这个宾果卡的任务。那另外一种是每月任务，月初和月底会有不同的任务，那时间过了就没有办法再解了。解这些任务都可以拿到奖励，从最普通的爱心到最棒的技能卷都有。建议优先解每月任务，有空再回头来解宾果卡就好。可以从左下角的卡片按钮来切换这2种任务。这2种任务没有办法同时进行，但是宾果卡的任务如果选对角色的话，可以一次解好几格。点开卡片之后，右下角会有怎么玩的按钮，里面会有卡片的详情。卡片任务就算还没有全部完成，我们也可以自由切换到其他的卡片。画面左下角也会显示正在进行的卡片。接下来说一下每周排名的部分。我们在游戏中取得的分数会跟你所有的游戏好友进行排名。分数会在台湾时间的每周日晚上11点进行结算。结算之后，所有人的分数都会清零，重新开始新的一轮排名。分数结算的时候，如果你的排名是在整个排行榜的前3，可以得到3000金币。如果自己的分数有达到50万以上的话，也会有金币的奖励。50万分是3000金币，那最高是1000万分以上，可以拿到16000的金币。这边也有解释什么是饰品角色。这边用饰品乐佩来说明，乐佩的饰品花朵可以跟乐佩连在一起，然后它会取代游戏中的其中一种角色，所以游戏画面上只会剩下4种角色。可以让角色的连接变得更简单，可以更容易的连出长链，连出各种魔法泡泡，以及可以拿到更多的金币跟分数。我们来看一下底下的说明。乐佩和饰品被视为同一种角色，所以消除它们都可以填充技能条。那最后游戏结算的时候，它们也被当成同一种来计算消除的数量跟分数。如果有钱可以开5变4的道具的话，那游戏就会再变得更加简单，因为游戏画面上就会只剩下3种角色可以连接，所以要连接变得更容易，非常适合新手。然后是搭档角色，搭档角色它是把2个不同的角色合在一起，所以左下角的技能条会有2个。画面上在消除的时候，它仍是不同的角色，各自可以累积在各自的技能条里面。搭档角色通常都可以拿到比较高的分数，最后游戏结算的时候，消除数量跟分数是合并计算的，那这种角色也非常适合拿来解技能次数的任务。最后一种比较特别的角色是组合角色，
像是前阵子刚出的米奇与好朋友组合，这个组合角色玩起来还蛮有趣的。我们往下看一下它的说明。第一个是我们在游戏中只会出现组合里面的角色，所以在解任务的时候比较方便，所有角色都符合任务的需求，而且不管消除哪一个角色都可以累积到技能条里面。最后是 combo 技能的部分，在第一次开启技能之后，画面的下方会出现一个粉红色的时间倒数条，在时间倒数结束之前，我们连续的释放技能，每一次的技能都会变得越来越强。米奇组合的 combo 技能有3种，当到达第3种唐老鸭的技能之后，在时间倒数结束之前，可以一直放唐老鸭的技能，蛮好玩的，希望之后可以出更多的组合角色。我们也可以从游戏中查询符合任务需求的角色，先点选想要解的任务，再从任务画面的右上角去点选角色的头像，游戏就会自动帮你列出可以解这个任务的所有角色，然后这些角色会呈现红色的底色。不过有时候符合条件的角色非常多，我们还是得自行挑选最适合的角色来解任务。另外，某些类型的任务，像是累积型的任务，它会列出所有你拥有的角色，所以也比较没有参考的价值。如果选到不符合条件的角色，那右上角会出现一个红色的惊叹号，来提醒你重新选择角色。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每日任务的宝箱奖励。每日任务的按键位于游戏画面的中下方，每天都会有新的3个不同的任务，解任务的时间就是24小时，时间过了又会再换新的任务给你。宝箱分成金色跟蓝色的2种，金色箱子有更高的几率可以拿到比较好的奖励。我们就以大家最想要拿到的技能券来说明，如果今天很幸运的开到金色的箱子，那我们就有 15% 的几率可以拿到技能券。如果是比较常拿到的蓝色箱子的话，就只有 0.1% 的几率可以拿到技能券。最底下红色的选项是一个警告，告诉大家，如果用不当的方式去篡改游戏的数据的话，有可能游戏账号会消失，也有可能会被告。这个影片已经带大家认识游戏的界面了。下一次的影片会告诉大家要怎么开始游戏，以及在游戏进行的画面中有哪些可以注意的地方。谢谢各位的观看，记得要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。